你敢相信吗？一部被所有人看完都说烂片的《牛来》，不止在国内刷屏爆火，现在直接一路火向全球，10几个国家的网友扎堆讨论，各大外媒轮番报道，彻底走出国门了。很多人认为这是把中国电影的脸丢到国外了，但真实的海外舆论、外国网友评价真的和我们想的一样吗？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谁能想到《牛来》刚上映那10天，票房惨淡到只有7700块人民币，观影人数不到300人。结果呢，一波全网吐槽、猎奇打卡、股民祈福的热度，直接把它从谷底硬生生拉了起来。现在票房一路逆袭暴涨，实时票房稳稳突破2400万，还在持续快速攀升。猫眼的预估总票房已经冲到了近1个亿。要知道，整部电影成本不到10万，全程就一对东北母子死磕5年做出来的，零宣发、零专业团队、零资本加持，这个投入产出比直接碾压圈内所有的巨资大片。什么蜘蛛侠、好莱坞奥德赛，在它的回报率面前真的全都不够看。甚至有网友调侃，只要后续股市迎来牛市，带动大批股民进场祈福打卡，最终票房冲击5亿都不是空谈。这热度真的完全不讲逻辑。最让人意外的是，这股离谱的观影热潮短短几天就冲出了国门。小编这2天刷海外社交平台真的刷懵了，美国、韩国、日本、印度、印尼、西班牙、法国、土耳其、越南等足足10几个国家的网友全都在发帖讨论牛来，各种语言的帖子满天飞，随便一条相关内容阅读量都是几十万、几百万起步，碾压很多正经海外上映的国产大片。更关键的是，不止普通网友吃瓜，一众海外主流权威媒体全部下场报道，排面直接拉满。彭博社、BBC、卫报、今日美国、美联社、独立报、印度斯坦时报清一色盯上了这波魔幻的牛来现象，纷纷刊发专题报道，这待遇很多耗资数亿的国产大片都拿不到。小编专门去看了外媒的原版报道，措辞真的特别有意思。彭博社直接点名核心，这部国产动画上映前10天票房仅$1000，靠着全网嘲讽和网友玩梗，硬生生逆袭成票房黑马。负面舆论反而催生出了全民观影热潮，完美体现了社交媒体对大众消费的超强影响力。卫报的标题更直白，调侃这是一部各方面都很差劲的低技术动画，却能和好莱坞大片同台比拼票房。今日美国美联社也纷纷发文聚焦它因太烂而爆红的魔幻出圈之路，海外媒体全程都是猎奇好奇的视角，根本没有半点嘲讽抹黑的意思。很多国内网友一直焦虑，觉得这么一部粗制滥造的片子火到国外太丢人了。但看完外国网友的真实评论，你会发现真的完全想多了。有外国网友直接发问，烂到极致真的能成为一种独特风格吗？求海外上映资源，太想亲自看看了。还有人感慨，现在的内容底线越来越低，但相比于 AI 批量生产的精致流水线垃圾，这种人类亲手制作哪怕粗糙简陋的作品，反而更有温度，更真实。还有超多网友疯狂共情主创，只演2个人1台2手电脑，死磕5年做出一部院线长片，这份坚持和勇气真的值得佩服。粗糙的画面、不完美的细节，是 AI 永远复刻不出来的人工魅力。比起毫无瑕疵的 AI 流水线作品，自己更愿意为人类亲手创作的不完美买单。甚至有网友调侃，现在的烂电影太多了，但这部片子让人明白，烂片也能有独特的趣味和风格。还有人精准看出镜头质感，调侃里面的长镜头氛围感居然有点诺兰那味儿。所以你担心老外会嘲笑我们的制作水平，事情恰恰相反，大家更多的是好奇，是尊重，是欣赏。他们很清楚，观众主动买票进场不是被忽悠，不是审美不行，而是全民玩梗、社交打卡，是一场全网参与的趣味狂欢。没人真的把它当成一部顶级艺术大片看待。更有意思的是，海外已经彻底掀起了牛来打卡热潮。美国旧金山有书店老板嗅觉超灵敏，因为拿不到正规上映版权，直接搞起了线上枪版观影会，购买国内影院座位远程直播观看，一张门票定价$10，硬生生靠这部国产烂片赚到了流量和收益。同时，网传牛来即将登陆新加坡院线，正规海外上映海报都已经出炉，彻底实现了从国内网络玩梗到全球线下观影出圈。
还有更魔幻的连锁反应，这部电影不光带火了票房、影视话题，还联动带动了 A 股币圈狂欢。国内股市里带牛字的个股集体暴涨，什么金牛化工、公牛集团、同牛信息稳居热榜前列。海外币圈更是顺势发行同名妹妹币，24小时涨幅最高突破223%，瞬时市值一度冲到1460万美元，妥妥的财富密码。一部低成本草根动画能跨界带动影视、股市、币圈三重热度，放眼全球影视圈都是独一份的存在。如果说海外爆红是意外之喜，那牛来一路飙升的票房最硬核的意义就是狠狠打了整个国内影视圈的脸，尤其是今年看似热闹实则空洞的暑期档。小编知道很多人依旧不屑，觉得一部粗制滥造、建模穿模、动作卡顿的片子爆火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是观众审美降级。但说实话，看完今年整个暑期档的现状，你就会明白，牛来的逆袭根本不是偶然，它是观众用一张张电影票对行业乱象最直白的抗议。先客观跟大家聊聊牛来的真实制作水平。整部电影的主创团队就东北一对普通母子，儿子是景观设计专业出身，没正经学过动画，没当过导演，之前开装修小店，完全是行业门外汉。母亲60多岁，负责写剧本、配音、清唱片尾曲，全程零专业功底。两个人靠着一台闲鱼淘来的二手电脑，前前后后死磕5年，一帧一帧纯手搓，做出了这部80多分钟的院线动画长片。制作成本不到10万，没有外部投资，没有专业团队，没有宣发费用，全靠自己自掏腰包。正片画面确实粗糙，建模简陋，人物动作僵硬，动作穿模卡顿，群牛画面全是复制粘贴，画质甚至不如10几年前的网页小游戏。放在当下的影视工业化时代，确实算不上优质作品，但它能过审上映，完全合规合理。影片内容正向，没有违规红线，技术参数达标，走的是正规备案、审查、上映流程，没有任何后台，没有暗箱操作。就是这样一部零资源、零背景、零宣发的草根作品，从首日票房几百块，全网无人问津，一路逆袭冲到数千万票房，预估破亿近在眼前，实打实碾压了暑期档一大堆巨资大片。以前观众没得选，只能被动接受这些同质化烂片，就算不满意，也只能默默买单。但牛来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个行业僵局。它烂得真实，烂得坦诚，不包装，不炒作，不营销，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知名的演员，没有刻意的煽情套路，却自带情绪，自带话题，自带共鸣。观众买票进场不是为了看顶级艺术大片，有的是猎奇打卡，有的是佩服普通人5年死磕的执念，有的是股民求牛市好兆头，哪怕是进场吐槽，也是心甘情愿为这份真实买单。反观那些专业团队打造的大片，占用着行业最好的资源，消耗着巨额的投资，最终拍出的作品连让观众讨论吐槽的兴趣都激发不出来，这难道不是整个行业最大的悲哀吗？也难怪有资深导演深夜发文破防，直言牛来彻底撕掉了中国院线电影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这句话真的说到了痛点上。很多业内人士吐槽这是劣币驱逐良币，骂观众审美降级，小编真的完全不认同。没有任何一个观众真的觉得牛来是一部好电影，所有人都清楚它的制作短板、剧情缺陷，大家愿意为它买单，不是审美出了问题，而是在对抗行业的敷衍和傲慢。观众不是偏爱烂片，是厌倦了被资本套路、被流水线作品敷衍，厌倦了光鲜亮丽的空壳电影。所以牛来的爆火从来不是烂片的胜利，而是普通观众、普通创作者的一次逆袭。一个毫无背景的普通人，凭着热爱和坚持，死磕5年完成作品，没有资本造势，没有行业加持，靠着观众自发转播，自愿支持逆袭翻盘。而那些手握顶级资源的专业从业者，却常年敷衍创作，摆烂躺平，这鲜明的对比才是最打行业脸的地方。当然，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后续会出现大量跟风烂片。牛来的成功根本无法复制，它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造就的偶然事件。零成本、零宣发、抽象画风、牛市梗、全民玩梗的社交属性缺一不可。这种全网狂欢的热度，玩一次就会过时，根本不可能批量复制。但也正是因为它的出现，给整个影视圈狠狠上了一课。真正能留住观众、引发共鸣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包装、巨额的投资、顶级的阵容，而是真诚的创作态度、鲜活的内容和真实的情绪。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